新冠疫情肆虐的这几年，许多人都出现了所谓长新冠的后遗症，除了容易疲倦、喘不过气，还有丧失嗅觉以外，最多人感到不安的就是脑雾了。有一位45岁的王小姐，在得了新冠肺炎 Omicron 病毒感染后，咳嗽、口干的情况拖了1个多月，终于好了。但是她开始发现，这半年多以来，自己的注意力下降了，生活上也常常忘东忘西。更吓人的是，以往工作上驾轻就熟，需要用到大脑的任务，像是编写程式啊、分析数字等等，好像比生病前困难许多，好像大脑蒙了一层雾的感觉。难道自己年纪轻轻，大脑就出了问题？本来睡眠品质就不太好的王小姐，一焦虑起来就更睡不着了。她来看了我的睡眠门诊，经过居家连续几天的睡眠检查后，发现原来她有轻度到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而新冠肺炎感染，尤其是这个 Omicron 病毒引发的上呼吸道发炎，在一定程度上让她的睡眠呼吸障碍就变得更加严重。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呼吸道感染刚好成了一个照妖镜，让原本就有睡眠呼吸问题的人，把相关的症状一次摊开来放在眼前，例如咳嗽啦、口干、睡眠不足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功能。今天这集节目，我要跟大家说明睡眠的品质是如何影响到大脑的认知能力，以及引用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来告诉大家如何保健大脑、预防脑雾，甚至失智症的发生。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刘文德医师，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睡得更好。比起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慢性病，失智症可以说是更可怕，而且捉摸不定的不治之症。因为脑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目前的药物还没有办法很有效地阻止病情恶化或是恢复已经受损的大脑细胞，只能延缓疾病的进程。所以当自己或是亲友确诊得了失智症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的生活逐渐无法自理，忘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自己最爱的亲友也慢慢认不出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过程。依照卫生福利部公布的调查结果估算，目前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共有408万人，失智人口有31万人，占7.5%。而这个数字在持续增加中。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的推估，民国120年，台湾65岁以上的失智症人口会达到45万人，130年则会达到84万人。这等于每100位6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会有12位是失智症患者。这会给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为什么失智症的患者会逐年增加呢？因为失智症的头号危险因子就是年龄。随着年纪逐渐增长，人体的组织细胞也会跟着退化，脑细胞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肥胖、忧郁、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等3高的患者，以及经常吸烟和喝酒的人群，都会让神经系统经常处于慢性发炎状态，造成大脑的损伤。但你会不会好奇，那些年纪很大，但是头脑还是很清楚的人，像是刚刚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 的张忠谋先生，他已经92岁了，仍旧活跃健在，头好壮壮。另外还有96岁过世的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依旧能够脑筋清楚的工作。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其实效果最好的健脑绝招就是睡个好觉了。失智症最主要的原因是脑部神经变性，也就是神经元死亡和连接中断。最常见的原因是阿兹海默症和血管性失智症，加起来占了失智症的70%以上。阿兹海默症是因为大脑海马回和脑皮质区域出现阿兹海默斑块和神经纤维的纠结，导致神经元死亡，这会破坏记忆形成和储存的路径。而血管性失智症是因为脑部血管的
的疾病，例如中风或脑部小血管硬化等原因，导致脑部血液灌流不足，同样也会导致神经元死亡。随着大脑损伤的恶化，海马回等大脑负责记忆的区域结构和功能会逐渐衰退，因此病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尤其是近期记忆力衰退的情况最为明显。而睡眠，尤其是深度睡眠，就是身体修复大脑最重要的时刻。过去10年以来，有关睡眠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脊椎动物的中枢神经结构有一个专门用来清除废物的系统，叫做胶淋巴系统 （Glymphatic System）。2013年有一篇刊登在顶级期刊 Science 的研究，第一次在小鼠的大脑发现了这个机制。研究发现，小鼠的大脑在睡眠时，脑细胞的间质空间会增加60%，好让脑脊髓液将有毒废物带出大脑。在2019年，有个波士顿大学做的研究，更是用影像观察到了人类脑中的洗脑现象。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个机制是大脑进入非快速动眼期的深层睡眠，也就是慢波睡眠的时候会发生的重要过程。这个时候，我们的脑电图会侦测到大脑的神经元安静下来，放电的频率变慢。几秒钟后，血液会从大脑流出，然后脑脊髓液紧接着流入已有节奏的脉动波，冲刷着你的大脑，把我们在醒着的时候大脑运作而产生的有毒物质带出大脑，其中就包括阿兹海默症病患的大脑中会出现的生物标记物贝塔类淀粉蛋白和tau蛋白。这篇研究同样也登上了 Science 期刊。研究的最后指出，年纪大的人因为睡眠障碍导致的记忆受损，很可能就是因为脑脊髓液在夜间冲刷大脑的流量随着慢波睡眠时间减少的关系。而隔一年的 Science 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又再次确认这一点，胶淋巴系统的失效很可能就是导致失智症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团队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与失智症风险之间的关联。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导致血氧在夜间反复下降，而这样长期的间歇性低氧会对脑部造成损害，尤其是海马回和前额叶体质等与记忆和认知相关的脑区。它会诱发血管内提功能障碍，增加脑血管疾病，像是中风和脑部小血管硬化的风险，进而导致血管性失智症，还会造成慢性发炎反应，同样也会增加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的病患在睡觉时会因为吸不到空气而经常性的觉醒，导致大脑无法进入深度的慢波睡眠，阻碍脑部进行记忆整合和储存的过程，就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认知功能。而深度的慢波睡眠被破坏，也会让大脑中的有毒物质没办法被排出而堆积下来。我们团队在2022年底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和阿兹海默症的关联性。我们找了36名可能患有 OSA 的成年人，并进行多项性生理睡眠检查。之后，我们从受试者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检测他们血液中的tau蛋白和贝塔类淀粉蛋白浓度，并根据这2种生理指标，将受试者分为阿兹海默症的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研究发现，高风险组的睡眠呼吸中止指数 AHI 以及血氧饱和度下降指数 ODI 都显著高于低危险群。而我们团队在今年2023年才发表的一篇研究，更进一步的加强 OSA 治疗与否和阿兹海默症的关联性。我们募集了30名患有 OSA 且认知功能正常的患者，其中10名不愿意使用阳压呼吸器的分为对照组，进行必要的生活作息卫教，而另外20名则是使用阳压呼吸器 CPAP 来治疗的实验组。我们在3个月的治疗期间前后，用问卷收集他们的睡眠品质数据，以及抽血
检测他们的血液中tau蛋白和贝塔类淀粉蛋白的浓度。研究发现 CPEP 组的这2种蛋白的浓度比起治疗前显著降低，而对照组的则微幅升高。也就是说，使用阳压呼吸器可能透过缓解 OSA 的严重度来降低和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生物标记水平。故事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张小姐，她才45岁而已。这个年纪的成年人大多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失智的风险中。听了我跟她的说明，她才如梦初醒，赶紧问我平常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头好壮壮。我跟她说，其实保护大脑的方法就分成2大块。第一是避免所有危险因子，除了年纪变大无法控制以外，像是前面讲到的肥胖、三高、吸烟、喝酒以及长期处于高压的环境下等，都是我们要极力去避开的。如何关掉短期压力，有效舒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讲到，大家如果忘记可以去复习一下哦。除了避开伤脑的危险因子，我们更可以用一些积极的作为来主动增进大脑的健康。我在这里教大家3招。第一招，睡眠。张忠谋先生每天5点半到6点起床，10点就上床，11点前一定会入睡，这可以给他至少7个小时的高品质睡眠。而伊丽莎白女王同样也是11点就寝，每天一定睡满7个小时。深度睡眠时，交淋巴系统的洗脑机制是这10年才被发现，而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早就掌握了这个秘诀，这也是他们能够达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关键之一。就连比尔盖茨也在2019年公开承认，他以前常常熬夜通宵，以及从来没有睡眠充足的坏习惯，已经让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睡满7小时还不够哦，一定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现在的智慧手表大多可以估算各个睡眠阶段的长度，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当作参考。如果您的深度睡眠时间偏低，甚至小于总睡眠长度的10%，那就可以根据我们之前节目介绍的方法做些调整，或者到睡眠中心做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了。第2招，动脑游戏。大脑的损伤是渐进式的，如果我们时常玩一些需要用到大脑认知能力的游戏，不但可以常帮大脑做体操，也可以检查自己的大脑认知能力是不是有退化迹象。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的早期症状，并且积极治疗。除了风靡全球的任天堂 Switch 以及许多考验记忆和逻辑推导能力的桌游以外，我在这里也介绍一款手机 App， 叫做每日脑点心。这是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几间实验室共同合作开发的认知训练游戏，内容分为5大类游戏，分别为注意力、记忆、数学、认知、语言。不论是长者或是小朋友，都可以轻松上手，定期玩玩看，不但可以训练大脑，还可以看看自己在所有使用者的排行，相当有趣哦。第3招，运动。大家先别哀嚎啊，怎么又是运动了？事实上，运动是目前所知最强力的长寿护脑良药。运动除了可以直接降低失智的危险因子，例如肥胖、三高以外，最重要的是运动能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分泌。BDNF 是一个在脑部和周边神经系统中发现的蛋白质，对神经细胞的生存、发展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运动能够刺激 BDNF 的产生，特别是在海马回这种学习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BDNF 的增加对神经可塑性，也就是脑部适应新学习和经验的能力至关重要。BDNF 不仅与认知功能相关，还与心理健康有关。运动能够改善情绪状态，减少抑郁和焦虑的症状，其中一种机制也是通过增加 BDNF 来达成。此外， BDNF 对神经细胞也具有保护作用，可以帮助减缓神经退化疾病的过程，例如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总而言之，年轻的时候常运动，可以让你学得更快，记得更牢；年纪大了之后运动，可以保护大脑，减缓脑神经的衰退速度，实在是太神奇了。你一定会好奇，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有效呢？好消息是，只要有就好，哪怕
怕是短短的1分钟。2023年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JAMA》的文章，给出一个非常鼓舞人的结论：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每1分钟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即使是低程度的活动，也会有显著的成效。所以，当你坐捷运或者逛商场时，能够走楼梯就不要坐电梯或者手扶梯；去巷口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能走路就不要骑机车。你要想的是，每1分钟身体的活动都是在锻炼你的大脑，但要达到更大的效果，还是要做稍微有一点强度的有氧运动。有些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特别能够增加 BDNF 的水平。而也有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运动还能练到不同的大脑部位，像是重量训练可以练到负责理性和分析的前额叶皮质层，瑜伽可以练到恐惧中枢杏仁核，相当有趣。运动加上睡眠这2件事情，不光是在任何年龄层来说，都是预防失智的最重要方法，而且做好任何一个都有助于另外一个的改善。睡饱了才有力气与精神运动，运动又可以增加之前节目介绍的睡眠驱力，让你睡个更深更饱，大脑中的有毒废物也能够被清除得更干净。这2件事情搞定之后，再学会正确的呼吸方法，随之而来的诸多正向循环就能够建立起身心健康的基石。之后的节目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能让你呼吸顺畅、睡个好觉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刘文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次见，拜拜。